今天就来吃吃看国内人吹上天日本咖啡甜点的水平如何吧。我也不能完全说这个肯定能代表日本的水平。塔贝洛克大阪咖啡第4，2年近100名店，15年老店。像这种环境装修的店，也不像外地游客店，环境还是挺舒服的。我感觉只要是日本的东西，很多国内的人都会觉得特别厉害。我是觉得哪里都有厉害的，也不能太盲目。咖啡甜点这类东西还是欧洲人的东西，我在亚洲是没吃过什么让我惊奇这类东西。我感觉欧洲的甜点和亚洲的甜点不是一个东西。甜点这类东西，我感觉我在日本吃过的，也就材料比国内平均水平要好一点。牛奶之类的确实材料要好一点，但是还没跳脱我对亚洲甜点认知的刻板印象。我在日本，甜点这类东西不是我重点的研究对象。我觉得日本做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寿司，碾压欧洲生的鱼类。欧洲人也喜欢做生的鱼，我吃过的那些反正我就觉得是乱七八糟的。熟的鱼还是欧洲比日本厉害，日本911厉害的那些也有点欧洲厉害的靠的类型。我觉得这家店的环境很舒服，没啥人，音乐也舒服，挺安静的。我看它的这个流程，我点的那个咖啡有点像手冲的。我也没认真看菜单，我就给他点了一个，我就让他给我点了一个最有特色、最推荐的。像这些专有名词我也听不懂，反正他觉得啥好就上啥呗。这正好是午餐时间，点个午餐套餐还是很划算的，把甜点也点上，反正不贵。午餐套餐才50元人民币，上海一个手冲都要50了。就这个套餐是手冲加芝士鸡蛋面包，分量完全够一个人午饭了。我又加了一个芝士蛋糕，撑死。面包现做的，我看他在制作，不是预制菜半成品。就这个是老店的新店，我看塔贝洛克以前老店看着比这个破多了。晚上可能是个酒吧吧，环境挺舒服的，在市中心。你们有空的话可以来坐坐。芝士鸡蛋面包配了点沙拉。面包很脆的，应该是又烤过一遍，味道就是你们在上海买的面包 Baker Spice 那种，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。鸡蛋煎的火候品相是无敌的，日本人是很认真的。芝士、火腿、鸡蛋，就是你们吃过一模一样的味道，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。只能说它鸡蛋煎得很认真，总体的味道就跟上海同类型一模一样。你看到是什么味道，吃的就是什么味道，没有任何特殊的。就这个咖啡应该是季节中烘吧，具体是啥我也忘了，我也懒得去查。个人感觉大众都能接受的味道，不算酸，没苦味，制作工艺能喝得出精细和认真来。你要说比上海水平高到哪去，喝出经验和颠覆认知，那不可能。我反而觉得我在上海拍的那几个咖啡的味道，
跟我在欧洲米其林喝过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店的味道，蒙着名字，如果我告诉你是上海的，那你真的完全分辨不出来。但你要说我们拍视频那些日料蒙着名字是古北的日料，那也不可能。古北的日料只能说在中国国内算正宗，但拉来跟这些塔贝洛克高分店比，那不是一个东西，区别还是挺大的。除了豚仁拉面，我觉得豚仁拉面已经比日本豚骨拉面强了。我只是说豚骨拉面，没说那些清汤面。就这几个沙拉基本是在吃草的感觉，反正我觉得所有中国人应该都不太喜欢吃这种东西。今天吃的这些东西基本就是亚洲人眼里西餐的味道，我把这些东西称为亚洲西餐，就有点类似于你跑去美国吃左宗棠鸡一个道理。芝士蛋糕也跟 Baker Spice 一模一样，很甜，甜的我发腻。如果这个店遮掉名字，我都以为是上海的 Baker Spice 连锁店，除了咖啡以外。如果在国内，这个蛋糕我肯定不吃浪费了，又拍摄又吃一口走，不太好。就这个芝士蛋糕也不难吃，就是特别甜，甜到我吃不习惯，味道就跟你们吃过的芝士蛋糕一模一样，连口感都一模一样。上面那个白色的酱我忘了是什么味道，反正不是很甜那个。就在我脑子里，甜点做得好的，我能吃的都是不甜的，都是欧洲的，也有日本人在欧洲做的。可能做的不好的或者面包店的都很甜，但我在那些餐厅里大厨现做的都不甜。我把不甜的甜点定为我觉得好的甜点的及格线。这咖啡咋说呢，也是好喝的，只是没啥经验的。我把不苦的咖啡定为及格线。就咖啡的酸味和苦味是两个不同的味道，应该是苦的是不好的，酸是可以任意发挥的。应该很多人把酸味和苦味混为一谈了，反正酸的我是能接受的。就这个也不是我说的，是雨山咖啡的咖啡师告诉我的，苦的是没泡好。如果要跟我杠的话，别跟我杠，可以跑去上海的雨山咖啡师教他什么样咖啡是好的。我今天就不评分了，咖啡类的我都不评分，我只描述我喝到吃到的味道。